死！今日配婚，谁敢误了军爷们的时辰，拖出去就是20棍。大云北境，雁回关。3年大旱，河床干裂，天地绝收。看见没有？那位是陆文书，听说识字会算账，不用上阵杀敌。若是能跟了他，日子总比嫁给那些粗汉强。灾年里，体面不能挡刀，笑脸不能当饭。你看他做什么？他是谁？沈燕山，黑甲营的校尉。怎么没人选他？你不要命了？他是出了名的煞神，听说命硬克人，前头给他说过亲，一个没进门就病死了，一个家里连夜把人送走了。而且他穷，家里破得连门都关不严，这样的人谁敢跟？温之瑜，年17，罪奴籍，原为犯官家婢，可有人愿领？太瘦了吧，风一吹就倒，领回去能干什么？怕是连一桶水都提不动。没人要，就分去洗马棚。我自己选。你选？行，你倒说说，选谁？你缺媳妇儿吗？不缺。温之瑜，别胡闹！沈校尉早说过不领人。那你缺粮吗？我会算粮，会分粮，会做干粮，也会找能吃的野菜。不能凭空变出粮食，但能让一袋粗粮多撑几日。一个罪奴丫头，口气倒大，会算的女人多了，难不成还能救命？会不会救命，要看什么时候。我现在身子弱，扛不了刀，也搬不了重物。你若想要一个立刻能下地干活的，我不合适。但你若缺一个会管粮、会省粮、知道什么时候该吃、什么时候该藏、什么时候连锅里的剂药都不能让外人闻见的人，沈校尉，我合适。你若不要把他划去洗马棚了，我不要你哄我，也不要你给我好日子，你给我一处能关门睡觉的地方，我替你把粮管明白。我常年上阵，知道。我家贫，看得出来。跟着我可能会死。在这里，不跟着你也可能会死。沈校尉，你当真要领他？往后你便是沈家父，罪及暂挂军屯，若敢逃，按军法处置。成了。还能走？能。梁荒已经到了要命的时候。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有石磨吗？隔壁有。锅呢？有。盐、半罐、水、半缸。够了。够什么？够做今晚的饭。温之瑜，你从前到底是做什么的？北边村子被劫了，流民往军屯来了。待在屋里，插好门。流民有多少？还不知。他们多久能到？若只是逃难，天黑前到屯外；若有人驱赶，可能更快。把柴堆到车门后，再用水缸旁的石头压住，原墙塌的那一角也要堵，不然小孩都能钻进来。还有，粮袋不能放在屋里明处，水缸上多盖一层破布，别让人一眼看出里面有水。若真有流民冲进来，最先找的就是粮和水。你懂这些？懂一点。别开门，若有人硬闯，喊我名字。
沈家新敌，借石墨。沈校尉今日领回来的那个，是。就这么点粮也值得磨？越少越要磨。磨在那儿，快些！今日外头乱。沈校尉那样的人，你也敢选？为什么不敢？他凶名在外，家里又穷，凶名能吓人，穷还能想法子。想法子？这北境旱了3年，地里连草都快没了，你能想什么法子？谁？我。辽明到了。到了屯外，被拦住了。有多少？几百人。你做了什么？粗粮野菜饼，先吃。今日我只用了这1小碗粮，出了6张饼。你2张，我2张，剩下2张晾干。明日你出门可以带着。你那袋粮我分了，明处只留1点，剩下藏到了炕洞里。水缸盖了布，院墙缺口也堵了。若今晚真乱起来，别人一眼看不出你家有粮。谁让你藏粮？我。你既然领了我，粮就是2个人的命，放在明处被人看见，就是拿命招贼。有盐味儿，放了一点。比周鼎饿。这2张是明日的，别吃。你不饿？饿。那为何不吃？今晚不能吃太饱。饿久的人突然吃多会难受，况且不知道明日是什么情形，要留余地。你说会养活我，就是这样养。现在只能这样。沈岩山，我不会说让你顿顿吃饱的假话，这年景谁都吃不饱。但只要你肯让我管粮，我能保证，在粮真正断绝之前，我们不会因为胡乱吃、胡乱放、胡乱漏白而先饿死。若能找到野菜、豆渣、麸皮，或者军中不要的碎粮，我还能让你多撑几日。你若能护住这个门，我就能想办法护住锅。明日我去营中，若有废粮、麸皮，我带回来。能带多少带多少。可那不是好东西。能吃就是好东西。吃吧。现在不吃，明日熬汤能提味，也能让人有力气。现在吃了，只是一口肉。屯外在安置流民，今晚不会太平。怕吗？怕，但怕也得吃饭、睡觉，想办法活。温之羽，你从前到底是做什么的？从前在主家管过一阵子库房。范官家的婢女也能管库房？只是跟着管事婆子记过账，分过米粮，知道一点皮毛。明日天不亮，我要去北边巡访。去多久？快则1日，慢则2日。你带几个人？黑甲营1队。有口粮吗？留着。留着也不能生小的。你明日巡防，若饿得手怼，遇上敌骑怎么办？你死在外头，我守着这半袋粮也没用。我今晚再做1袋干粮，你带上，不到饿极了别拿出来。若身边有人饿得撑不住，可以分一小块，但别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带了多少。为什么？因为若让一群人会激到你有吃的，下一回他们先看的就不是你的脸，而是你的怀里。你坐。
一夜没睡，拿着。用了多少存粮？2日的粮。温之玉，你听我说，这不是白给你的，你带出去，若能多撑一个人，那个人就可能多挥一刀，多挥一刀就可能少死一个自己人。粮放在家里，只能等人来抢，带到该用的地方才算粮。门堵好，有人敲门，先问明，说我2日未回。那我就把门堵得更严。谁？是我，秦家嫂子。昨儿看你会收拾这些，给你送点儿。多谢嫂子。洗干净，剁碎，晒干，磨成粉，不能当粮，但能顶一口。沈校尉的心腹连烂菜根都当宝贝，现在笑没关系，过几日若学拿东西来换，谁要跟你学？那最好，省得我费口舌。你真觉得这些能救命？救不了大命，但能让人晚饿一天。流民要出门了，粮队怕是到不了了。黑甲营回来了，吃完了，分给同队的人了。能顶饿吗？能。有个兵昨日只喝了半碗粥，路上差点摔下马，吃了半块，撑回来了。这个给你。哪里来的？营中不要的，明日还能弄些。好，腐皮要筛，碎豆要泡。北边黑石村没了，逃出来的人说，劫村的不只是流民，还有北地骑兵。沈校尉，将军急召，黑甲营即刻回营。你们营里现在有多少人？黑甲营满编300，如今能上马的237。今晚出营，有口粮吗？现在做来不及。我知道，先泡着。若你今晚回来就能用，若你回不来，我明日也能接着做。我未必回来。人可以不回来，粮不能等坏了再想办法。不要一次吃，我在家里，消耗少。你要上马，要挥刀，要活着回来，你比我更需要。东墙后的小巷往北走30步，有一处废柴棚，若院子守不住，躲那儿。废柴棚后面呢？后面接寻马道。寻马道通哪里？军屯西门。知道了。沈校尉，将军催得急。各家闭门，不得收留外人。流民出屯者，按乱民论处。求求军爷，让我们进去吧，孩子要饿死了。北边有骑兵，不进去我们都得死。退后，再往前一步，放箭了。这家像是军户，军户家里肯定有粮。嘘。有人也得进，老子2天没吃东西了。贱人，里面是个娘们儿。沈燕山，
黑甲营沈燕山加重玉玺。沈燕山去营里了，怕什么？抢了就跑！什么人在沈校尉院外？走！走！准备！沈家嫂子，人跑了2个，抓住1个，你可伤着。你是谁？黑甲营巡夜小旗马成，沈校尉临走前交代过，让我们多看一眼这边。沈校尉脸上伤在哪边？左脸，从颧骨到下颌。他们不是普通流民。你怎知？普通恶疾的人进门先找粮，他们知道沈燕山去了营里，还知道这家是军户。谁告诉你的？他可能见过北狄人。押走。嫂子，今夜别睡，我们会再巡一遍。温之羽，你身边有几个人？只有我。你右手拿的什么？刀。左手呢？半截剑杆。你临走前让我若守不住院子，往哪里躲？东墙后小巷，往北30步，废柴棚。那是谁的？北狄探气。他们到哪儿了？黑石村北10里，不是大队，只是探气。可他们敢摸到这里，说明后面的人不远了。有人来过，来了3个，采了草围进来。我烧了火棍惊走2个，喊了你和巡兵。沈燕山去了营里，抓住的那个呢？马成带走了。他会审。先吃点东西，你身上伤说明你动过刀，动刀就耗力气。你若明日还要出门，现在就别逞强。沈家妹子，你听说了吗？粮仓空了。谁说的？都在说。都在说，不代表是真的。可粮价一早就涨了，昨儿1斗粗粮还能换3尺布，今儿粮铺说要5尺，还不一定卖。哪家粮铺？薛家，就南街那家最大的，背后有人，咱们这些军户平日都惹不起。将军议事，今日别出门。我得去集市看看。不行。粮价涨了。我知道。你知道涨了，不知道为什么涨。如果只是百姓恐慌，涨价会乱。可若几家粮铺同时涨，还压着粮不卖，那就不是恐慌，是有人在等着收命。集市乱。所以我白人去，快去快回。我不带粮不带水，身上只带这个。若真遇上事，我不会硬凑热闹。沈燕山，我若只带着月日粮，我知道外头粮价就能多算10日活路。只去南街，不许出屯。记住了。遇见巡兵就出事。今日粮少，每户只卖半斗，昨日还不是这个价呀！小娘子，要粮不？消息要不要？什么价？消息若不值，半个也没有。朝廷粮队到不了燕回了，粮队在白狼沟被堵了，不是天灾，是有人劫粮。还有呢？薛家在收粮，还收盐、布、铁器，卖出来的却越来越少。往哪儿运？北仓，还有一车往西门去了。
陆怀川，也小心我这把枪在手上，军粮撑不了几日。架在台。军中减粮了。你知道？南街粮铺的囤货，北仓的空帐，西门的车辙，还有陆怀川和薛魔的异动。血明，那就对上了。黑甲营粮减30%。做什么？建小粮库。从今日起，所有能吃的东西都要记账，别人嫌弃的东西，我们都收。就这些也叫粮库？叫。知道有多少，知道怎么吃，就叫粮库。帮我在墙上记。粗粮17斤6两，麸皮1斤2两，碎豆半斤，干野菜3把，盐半罐，水半缸。北狄剑，这种黑羽短剑是狼骑探子的东西。昨夜闯进来的人是北狄探子？未必，普通流民不该有这种剑，也可能是捡来的，也可能早有人把它藏在这里。你平时常住这里吗？不常。多久回来一次？看巡防。那就更麻烦。若你不常回来，这院子空着的时候，别人进来藏东西并不难。我会查。不能只查这支箭。粮价暴涨，流民冲屯，黑石村被劫，北狄箭入屯，分开看都能解释，可连在一起就不像巧合。有人在让城里乱，船粮仓空，粮铺涨价，流民冲屯，全是为了逼城里恐慌。北狄探旗正在试探燕回关虚实。你怎么会想到这些？在年里，人乱起来，比敌人先要命。我去营中。现在？你要把剑交上去。若军中有内应，拿到断剑后很可能被盯上。他们本来也盯着我。你昨夜见过那个被抓的流民了吗？审过，他说是饿疯了，想抢粮。只说这个？那就是没说实话。那人知道你不在家，还知道院子归属，不像普通流民。军屯里有人在和外面传消息。我知道。今日不要再出院。好。沈家妹子，是我，就你一个，还有青罗。他想来问问。我不是白问。你又做饼？麸皮混了野菜和豆子，顶饱，但不能多吃。菜根真能吃吗？能。烂的、发黑发黏的不能要，急吃就焯一遍水，混在面里。
树皮呢？你家有人吃树皮了？屯外流民有人吃树皮。不是所有树皮都能吃，乱吃，轻则上吐下泻，重则丢命。真到那一步，也要先泡、煮、晒。还真把自己当凉官了，拿麸皮野菜糊弄人。你若不学，可以走。哼，谁稀罕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不稀罕？我拿东西换。行，只换肠胃。你能教？能。要什么换？布、线、陶罐、柴盐都行。见的是如何？宋将军知道了。军中怎么说？会暗查。昨夜被抓的人死了。怎么死的？说是撞墙。查到有人在屯外和流民接触。军中人？可能是军中人，也可能有人偷了军袄。先收着。这么多。秦嫂子给了野菜，徐婉娘拿线换了一点方子。以后夫人愿意换东西，就能多做。你想让他们一起做？靠我一个人做不了多少，但要是10几个人一起晒菜、磨粉、烙饼，能多出不少口粮。若真打起来，他们就是后勤。明日，我带你去见一个人。谁？宋将军身边的良务副吏。先不录你，只让你看看军中废粮。是校尉！校尉，出事了！什么？追穿旧军袄的人追到西边废草场，人没抓着，草堆里发现了东西。什么？一捆北狄剑，还有粮仓布防图。东西在哪儿？已经让人守住了。等等，你受伤了。小伤。这叫不严重。校尉，您受伤了，别出声。你现在出去，这伤会更严重。你先回去守住东西。是。有人问，就说追丢了。明白。你会治伤？以前见过。疼就说。不疼。忍一忍。你懂机库？懂一点精密的。也是跟库房管事学的。乱世里多会一点儿，总比不会强。
你懂机库？懂一点精密的，也是跟库房管事学的。乱世里多会一点儿，总比不会强。你怕我死？怕，我还得靠你护着这扇门呢。你死了，我可怎么办？只是这样。带上。你今日没吃多少？我在家饿不死。温之羽，你不是军中粮仓。我知道。那为什么总把吃的往外给？宴会关守不住，我藏再多粮也没用。今晚不要等我。好，但我会留火。粮仓走水，快救火！沈家妹子，你去哪儿？粮仓。你疯了！救粮，带湿麻袋，破布水桶。去哪儿？真是欠了你的！到了别乱冲，听我喊。凭什么听你的？你想被烟呛死就别听！攻他！攻他！击他！马成，沈岩山呢？换带手！校尉在里面抓人！用这个裹粮袋，湿布捂口鼻，用湿麻袋盖住粮袋往外拖。温姐姐，我帮你。抓住他！阻止他！又是死尸。温之羽，东边火太大，先断火路。马成，拆西边木棚，得令。这个还能要吗？要，里头还能吃。这个湿了，摊开晒，先搬出去。抓到人了，死了，服毒。
今夜若不是沈嫂子，西仓怕也保不住。你就是沈燕山新领的妻？是。谁教你用湿麻袋抢粮？见过。粮仓损毁，你也看见了，这些粮能撑几日？军中多少人？好粮、湿粮、焦粮各多少？若不知数，我不能乱说。若给你数，你能算？能。让你多撑10日，可有法子？有。粮物暂归你调。我能试，但我有条件。说。第一，我要知道真实粮数，好粮、焦粮、湿粮、麸皮、豆渣、马料，一样都不能少，不能有人藏数。第二，我要人手。妇人也算人手，晒粮、筛粮、磨粉、补袋、做饼，这些事不能只靠兵。第三，分粮必须按账，谁领多少，做什么用，剩多少，每一笔都得记清楚，无账不发粮。第四，要给我一个能压住场面的人。粮少的时候，最怕的不是少，是乱。人给你，账也给你，粮仓出入记双账。末将遵命。压场的人就他，你不愿？末将领命。先救湿粮。为何不是好粮？好粮不会立刻坏，湿粮会。把湿粮搬到校场摊开。如何？先救湿粮。为何不是好粮？好粮不会立刻坏，湿粮会。今日不贪，明日发酸，后日生霉。把湿粮全搬到校场摊开。是。你们还能动吗？都到这份上了，还能说不能？我能。妇人分3队，拆袋、挑胶、补袋。谁听谁的？你管摊粮，你管补袋。你跟着我计数。我不识字。会数到10吗？一袋1颗，10颗换一根木签。烧成这样还要？你一个妇人，懂什么军粮？我不懂军粮，但我懂饿死。
沈嫂子辛苦。陆文书有事。良物向来有定制，骤然插手恐生乱。听说嫂子要把麸皮豆渣混入军粮。取秤。能上阵，难吃，但顶肚子。陆文书觉得寒心，可以不吃。这是给巡防和出城队的，守城饼。伤病老弱喝粥，必须煮透加盐。好粮不再单发，全部混用。谁有异议，现在提。这个不容易碎。放凉了再包，更结实。唉，你这哪里是做饼，分明是做石头。歇一会儿，还差最后一批数。我来烧。那你别让人偷吃。谁偷，我剁谁的手。三道烽火，北狄来了。马成，黑甲营集合，备马。黑石村以北发现北狄前锋，沈岩山，带黑甲营出城探敌，不可恋战。末将领命。沈岩山，带上。军中会发。军中发的不够。路上含一口，省水，不要等到手抖再吃。这个只给你。偏心。你是校尉，你倒下，200多人会乱。伤口别沾脏水，别乱跑，也别逞强。温之羽，活着等我回来。都听我说，分3班。第1班烙饼，第2班储水，第3班补箭袋、烧蛋盐汤。
盐汤不是喝饱，是吊住力气。退后，再撞门格杀勿论。你记住，别停。你疯了！那边正乱，空手去会被挤死，带吃的他们会听一句。你。 粮仓烧空了，将军弃城了。谁说粮仓空了？军中若无粮，这饼从哪儿来？这点东西能撑几日？你怎么知道粮仓烧空？ 想跑？真能守住吗？能，只要不乱。 黑甲营还没回来，有马！别怕，我不伤你。马从哪边回来的？北门外。白狼沟地形狭窄，黑甲营可能中伏。 你先回粮仓，军中自会处置。将军派人接应吗？城中兵力紧张，若不派人，黑甲营怎么办？战场之上本就什么？本就什么？本就该死在外面。文氏将军，沈燕山不会无缘无故放马回来。他既然让马带回白狼沟3个字，说明那里有消息，可能是敌军人数。 可能是粮队下落，也可能是北敌设伏位置。若没人去接应，这消息就断了。我知道，那就派人。派谁？黑甲营主力未归，城防不能动。北门外情况不明，若派少了是送死，派多了城中空虚。我有一批干粮，多少？昨夜赶制的行军饼还没全部入账。你敢私藏军粮？ 那不是私藏，是还没称重入册。接应队每人2块，剩下的还能匀给伤兵。救他不是私情，是守城。马成，点50骑，轻装绕路，务必在申时前赶到白狼沟接应。是。干粮半刻钟内备好。好。 小心！把所有晾好的行军饼装袋。3袋、4袋、5袋，不够。半干也比饿死强。装。嫂子，我一定把校尉带回来。伤兵失血，化水给他们喝。
调给接应队的干粮，可有手令？有。听闻接应队里有你救时，这私情分粮的事，倒也合乎情理。陆文书今日前来，是来查账，还是来挑事？行军兵总数3000斤，接应队带走1200斤，剩余1800斤。若陆文书觉得不妥，可以问将军。伤兵都往西棚送了，马成也回来了。沈岩山呢？我没看见。沈岩山呢？我问你，沈岩山呢？校尉还在后面，黑甲营被围，沈将军为我们断后。他伤得重不重？重。去烧伤滨州，叫徐婉娘拿布针来。会动的搬水，动不了的省力。用手肘撑起身体。你家沈岩山呢？不知道。先解开盔甲。减衣主步，别硬扯。你懂？懂一点。沈岩山，是我。两队。两队怎么了？白狼沟。被劫，薛家已经没事了，安心睡吧。今晚退热就能活。两队在白狼沟失踪，线索指向薛家。末将带人去查过，白狼沟有深深的车辙印，但梁队和押送的兄弟都不见了。薛家。你是不是有病？谁要你替我决定？温之羽，我在。别怕，我不怕。跟着我，只剩苦。那你就努力别死。梁上薛家通敌，剩下的账我来算。我会守着沈校尉，按时换补给。除了军医和宋将军，谁都别细说伤势。沈岩山醒了？还没有。他醒不醒，粮都得吃。
我来协助梁务。宋将军亲口说的。帮我看一处。军中向薛家购过3批粗粮，账上写入西仓，但清点时没有对应麻袋标记。战乱年间，麻袋烧毁、调换都是常事。关门散窑，白狼沟粮队，沈岩山昏迷前只认薛家。陆仁书觉得这也是巧合。话不能乱说。所以我在查账，账不会说谎。账当然会。薛家送来的粮，一律单独封存。马成，找你信得过的人，盯住陆文书。薛家粮铺北仓的车队也盯紧，人会撒谎，车辙不会。沈校尉醒了一下，他说什么？他问你在哪儿，还有没有？他说别让你去薛家。你去哪儿了？粮务账。你查薛家了？查账而已，你别动。白狼沟粮车不是北地直接接的，一道往北烧毁，一道往西进山道。有没有看见薛家人？看见薛家粮袋。薛家私仓里可能藏着军粮。证据在哪里？我这就去找宋将军。先别叫。为什么？宋将军身边也未必干净。只查粮车，证据不能压着等生锈。带马城的人，休书。等你活过今晚，再跟我解释。陆文书离开粮务帐后去了南街。两人现在在哪里？薛明召回了粮铺，陆文书去了西门千骑附近。去找马城的人，再叫徐婉娘。你是真不怕死？路上吃。车刚过去不久。这是粮袋上掉的线，我以前给粮铺补过带，错不了。明日北门一乱，这批粮就能出城。要不要拿人？先守门看车。是粮袋。别把薛继印露出来。先运一半去西坡庄子。去一堂找沈队长，若他没醒，就找马成。传什么话？西门旧草料仓，薛家物资明日出城。这些粮够多少人吃？若满仓，至少够宴会关城10日。这深更半夜的，就不能明天搬？明天北门乱起来，西门走货才方便。拿着军中的牌子，谁敢拦？再说那个校尉都伤成那样了，还能查个屁？车不能走，粮就走不了。你给我看着人。
别出声！你不要命了？你不是也来了？我说过，别去薛家。我没去薛家，我来西门。仓内12人，3辆车，明日寅时出城，门口有军中腰牌。大牛、柱子，你们在哪儿？你不是快死了吗？封前后门，一个不许放走。你的伤，你现在上去，松手。明天就真的解释休书。他们要毁粮！西门通行牌，谁给你的？路人说给你的。这群畜生！外仓粗粮270袋，内仓还没开。将军，陆文书不见了。薛明照在哪里？南街粮铺已空，后院车痕往西北去了。你不能去。现在最要紧的是封仓、点粮、拿账本，控制西门。黑甲营接管草料仓，押人去见宋将军。封酒封仓。我没事。你再说3个字，我就把休书贴你脸上。你若再吓他们，我就喊宋将军来抬你。命都快没了，还摆什么校尉架子？不能动刀，你这是嫌自己血多。上阵的人都当自己铁打，你脸色也难看，回头倒下又多一个病人。等他退热，我就写。退烧，每日换药，不可下地。这么多粮，他们就藏着。城墙上的人喝淡盐汤，伤兵棚里喝稀粥。你说这事儿怎么判？这不是私藏粮，通敌藏的是朝廷军粮，还准备趁乱从西门运出城。那薛家人呢？跑了。旧草料仓的粮已经封放入军库。抓到的人，人在身。这是西门傅有的通行牌。
人呢？死了，畏罪自尽。你发现私仓，大功一件。将军，粮能重新发吗？你想怎么发？不能立刻恢复旧例，守城兵加半分，让他们知道军中有粮。伤兵粥加豆麦和盐，妇女队照做混粮饼，公胚为公开清点一点粮袋。为何？稳人心，不让敌人知道我们能撑多久。照温之鱼的办法发粮，你留在伤兵棚养伤。沈燕山，这是军令。笑什么？没有。你笑了。现在说吧。休书。那不是求你。我知道后面写了什么。既然知道，为何还问？你凭什么替我决定？我若死了，便替你脱籍，另择去处。你问过我吗？在配婚茶上，是我自己选你的。我知道。那你凭什么认定你死了我就一定想走？跟着我没有好日子。第一日就知道。这么多来休书，我常年上阵。我也知道。随时会死。我不喜欢别人替我做选择。只是想给他留条路。但休书不作数。要真想给我留后路，就活着，活着给我挣脱籍，活着抓回那2个人。若我活着，你不走，你先活着再说。好。等你伤好了，我们重新写。写什么？写脱籍文书，不是休我，是放我自由。好。自由以后走不走，由我自己决定。军粮已追回，燕回关不弃一兵一民。做什么？不带针线也算良物。嫂子，这回香些。香也限量。知道，记账。什么时辰？3更过。把刀还给他。等你能站稳了再说。城头缺人，城头更缺不会半路倒下的人。城头最缺什么？剑、热水、石块、热石，还有布。做什么？城墙冷，兵握刀握弓久了手会僵。北敌第一波可能施弓，也可能放火箭，他们会驱赶流民。拿流民挡箭？我知道，这一仗不只打刀兵，也打人心。去粮务帐。别上城墙。温之羽，不上前墙。带人。
北狄打来了，快了。热盐汤立刻分送城墙各段，要温的，切小块，冰毒轮换时能塞一口是一口。这些裁成宽条，给城头的人裹手，防止冻伤。能搬多少搬多少。东东，要不手冻裂了好几个。那是活人。都别慌，先把手里的活干完，接着搬。城门不开，不是因为不救人，先守住门，打退北狄，能救多少救多少。北狄推木车上来了。石矿往北端送，热水也快。稳住！攻守听令，不射流民！喝，不喝怎么活？上城了。没有上前墙，只上了半段台阶。第一站守住了，伤亡城头120，流民300入棚。这只是试探，粮还能撑，你也要撑。将军，北狄推到白狼沟外扎营了。多少人？前锋约3000，后面还有大队。还有一件事，救进来的流民里，有人见过薛明照。在哪里？北狄营中。要抓薛明照。怎么抓？他会再传消息。贸然动手只会打草惊蛇。先问清救入流民看见了什么。薛元司仓陆怀川通行牌要分层放到宋伯彦面前，先放最能压人的消息。北狄营里有薛明照。你适合查人心。被逼出来的。别怕，沈校尉问话。见过薛明照。见过。天还没亮时，我看见那辆黑篷马车就停在北狄营外，北狄那边有人喊他薛少爷，我还听见他们说白狼沟的货已到，城里还要乱一阵。还看到什么？小的看见他们抬了2口箱子进去。营里可有汉人？有个讲话斯文的文士。下去吧，今日的事半个字也不许对外说。薛明照去北狄营不是求饶，
是交货。那2口箱子，最有可能是城防图名册或是内应名单。等第2批舟送完，我去见宋伯彦。薛明昭若再传消息，一定会用粮车。为何这么肯定？薛家最熟的是粮，换别的东西反而容易漏。那就盯车。北狄在攻时，城里必乱。去睡一会儿。我不困。你困，再熬下去，明日你比他先到。去棚后睡半个时辰，马成和我守着。宋将军到。有没有新消息？薛明照进了北狄营，带了汉人文士2口箱子，城里还会乱。北狄营里有汉文士时，必有个传口信的人。怀疑谁？陆怀川。陆怀川是梁务丈和薛家之间最合适的中间人。陆怀川已经不在城里。什么时候走的？今日午后出城送檄文。将军是要我盯粮，还是查陆怀川的去向？你盯住粮数，陆怀川那边我处理。好。尚没好，别乱动。西门旧草料仓压下的人里有一个撞墙，死了没有？没死，但嘴里全是血，问不出话。有人想灭口。已经在灭。北狄再攻，薛家一定会动。你守住粮，你守住城头，别再乱跑。你先别乱声。薛家抢粮还一代代换外皮。他们换的不是带皮，换什么？换命。朝廷押运印会变成劫军粮的铁证。好粮只能一点点放。3辆车的车板、车轴、车底都拆了，没有新安格。其他车呢？所有出城车都查了，分车也查了。薛明照不会急着再往城外送。3类车要重点盯。北仓、